大家好，我是慢工出细活的何 C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做蜂蜜脆皮小蛋糕，就是小时候吃的鸡蛋糕。这款呢是我做了很多次，我也用过商业版必须加入的蛋糕油和膨发粉。那我现在这个版本呢是认为最适合我们家庭制作的。先来准备材料，称量白糖的时候呢，你就要加入一点点的海盐或是食盐。这个呢是玉米油，我在这里呢直接称量蜂蜜和炼乳。家庭制作呢少洗几个碗也是我这个懒妈妈的目标。所有的材料准备好了，我们来分蛋。我这里用的是60克以上的大号鸡蛋。这个呢其实和海绵蛋糕的做法一样，但是成功率却比海绵要高。为什么呢？你往下看就知道了。蛋清呢一定要冷冻起来，烤箱呢也要在这个时候预热了。还记得之前这个小碗吗？这个碗呢我放入微波炉高火加热了10秒，方便后面的混合。加热的温度大概是40摄氏度，温温的就好。如果呢你不小心像我一样加热过了，搅拌的时候呢无法混合，那也没有关系，就交给时间来处理。我们晾它一会儿，之后再混合就会变成一个乳白色的糊状。请你一定要记住这个状态，因为它是关键之一。这一次的面粉量呢会很大，所以呢我们需要提前过筛。还有一个呢就是切块小黄油，抹一下烤盘。我建议大家用黄油，这样保证每一个部位都能挂上黄油，这样就不像液体油挂不住烤盘沉底。这次呢有很多细节，我会一一的指出，保证大家的成功。现在呢我们来打发蛋白，蛋白这个时候呢有点薄薄的冰在里面，高速打发。这次呢我会详细的说明放糖的时间点，保证没有任何遗漏点。第一次是鸡蛋边缘部分有大大的气泡，第二次的加入白糖是蛋清是有纹路的时候，第三次呢是蛋清软软的湿性发泡。湿性发泡之后呢，我们转为中速来整理蛋清。其中呢我也是画1字打发蛋清，保证蛋清打发到位。现在呢我慢慢提起打蛋器，一个直角的弯钩，这个呢就是干性发泡。你要是不放心呢，就倒扣起来摔几下。你要是再不放心呢，就平时啊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儿，你就使出劲儿，猛砸几下打蛋盆，发泄一下。这时候你检查你的蛋清还是纹丝不动，稳如泰山。我要的就是这个状态，请一定要记住。现在呢重头戏来了，往打发到位的蛋清当中一次性的倒入蛋黄，还有玉米油和炼乳蜂蜜的小糊糊。别怕，我已经说了1000多次了，蛋白打发到位真的不容易消泡。因为玉米油呢也被乳化了，成了糊糊的状态，不会影响蛋清的打发。我打发大概不到1分钟就混合好了蛋清和蛋黄。现在你看到这个花纹呢，也可以一直的保持住。倒入面粉，如果你的面粉倒入，蛋黄和蛋清就塌陷了，那就是说明你没有打发到位。转圈混合面粉，我连我自己翻拌多少下我都给你数好了，我一共翻拌了21下。蛋糕糊呢有气泡是正常的，就是靠这些气泡膨发起来的。现在呢我们倒入裱花袋当中，再剪个小口子，直接放入烤盘。由于没有放任何的商业膨发剂，所以蛋糕的膨发度不会很高，就是你放多少就烤出多少的高度。送入烤箱160摄氏度烤20分钟。我刚才呢还有一些蛋糕糊，
就放入了另一个模具当中，我是一点儿都不会浪费的。打蛋盆呢被我刮得干干净净，也是放入烤箱。期间呢，我也会把烤盘换一个位置，让它上色更均匀。这个呢，也是要根据你的烤箱来。出炉了，我们来看看。随便的摔几下就脱模了，如果不能脱模呢，用刮刀挑一下就出来了。这个蜂蜜脆皮蛋糕呢，需要比平时烤的颜色要深一些，因为这样子才可以形成脆皮。由于回油呢，你第二天吃脆皮会不在，但是呢，你放心，里面是很软的、很厚实的感觉，也一样很好吃。我们也可以看看那个蛋糕怎么样了。做视频呢，我喜欢多做一点，让你们看得清楚明白。现在呢，我们按压一下，会慢慢的回弹，一点都不会塌陷。做了这么多次的蛋糕，我觉得这次是我认为最详细的讲解了。而且呢，我也不止一次通过短片告诉大家，蛋白没有那么容易消泡。通过倒扣、摔打蛋盆，还有长时间放置蛋糕糊，就是想告诉大家，蛋白没有那么脆弱不堪，也没有那么容易打过。希望这些短片呢，帮助你重拾做蛋糕的信心。我是何 C， 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，请帮我点赞或是关注我，这个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大大的鼓励，谢谢。我们下周再见。